就会来的但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我们就继续等待吧继续等待就好。但是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潜力区给大家提供的工具是怎样的，本质上就是一个高盈亏比的一个工具很高盈亏比，极高盈亏比。事实上，这个应该是只在币圈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现在我是尝试在美股又开发了美股的潜力区所以就是看一下是否会稳定嘛。现在是稳定运营了第4个周第4个周应该说新的潜力区应该说比前几个周的潜力区表现会好。我今天录一期 Space，正好昨天有事情，缺了一期，然后今天聊一聊最近的行情，然后顺便聊一聊一些有意思的事情。那比特币现在就处于进场期的第16天，然后很多人可能认为，因为美股嘛，美股已经进入退场期了，所以比特币肯定，凶多吉少，但是仍然是进场期，仍然是进场期，所以因为场外，仍然整个的主力它的意愿是在买入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一个它跟我们的场外指数跟爆破不一样，场外指数跟爆破指数是有一定的数字的变化的，但是进场跟退场这是很明确的相变的内容，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现在还是处于进场期，那对于很多的朋友们而言呢，也比较容易去判断现在的行情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但是怎么说呢？因为毕竟美股退场了，而且跌幅还相当的大。举个例子，我们看一下。美股在上周我看一下，最后一天，英伟达一天跌了3%，这很大了。特斯拉也是跌了3%，然后 Hold 跌了4.41%。Hold 多次跟大家聊过这个币了，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指标，就是如果它一直处于退场期，而且它的跌幅还这么大的话，其实比特币也很难真的在这个进场期走出来。所以比特币现在虽然处于进场期，但是它的对标链的上游首先已经是退场了，其次就是它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巨量资金的一个旁测的指标 Hold 始终属于退场，而且还是深度退场，那么这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现在，虽然处于进场吧，但是我们就谨慎的去看吧，然后再看一下其他的美股，苹果还是继续跌啊，跌跌不休，然后国内的股市也是，国内的股市退场期之后就开始深跌了，然后一直在跌，那就符合退场期对大家的这个要求都是清仓了，我相信大家也没有什么仓位国内的如果现在还持有仓位的话，那就不太明智了。人工智能跟机器人两个靠谱的龙头的增量已经退场期多少天了接近快小一个月、小半个月了。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是肯定不适合再去持有什么仓位在国内的股市了，就空仓等待吧。然后以及我们再看黄金黄金跟白银都是处于深跌所以这就属于退场期的正常的表现退场期的正常表现。所以对于这个正常的退场期的表现而言，那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在战争中，然后黄金暴跌，很多人就是确实是搞不明白，然后所以有了相当多的一些疑问呀，这那的。在我看来，这个其实因为黄金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因素，地缘政治撕裂它就会一定会涨的一个因素它跟流动性的影响其实一直就是对黄金是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现在既然整个美联储这个议息会议刚刚落地，而且是整个放水要去紧缩，那么肯定。黄金本来又是一个退场期，正好是周期又碰到这儿了，那它肯定因为共振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向下探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嗯，那我看到国内不少人在越跌的情况下，反而去进到金店去越买，那我不理解是为什么，这样做的意义何在？肯定，这肯定就是没有掌握周期吧，然后所以他做这样的事情，那就只能说自己去认吧，因为如果随着这个下面的这个行情继续深入。有可能会还进入一个更大的一个深跌因为我看现在这个场外的限令点它也锚不住它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更大的下滑的力度所以基于此那肯定是更不太适合去抄底了所以这个是黄金，然后我们看比特币，比特币如果你是内参的朋友而言，其实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精确的卡在了一档线上。
几乎就没有上下浮动，几乎不超过0.005，千分之五，0.5%啊，几乎没有超过几乎没有超过千分之五，这个就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一党线的力量强大之处，所以它正好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主力啊，以及意味着，因为升档理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首先他得懂，就是主力以及他要进行下一轮的动作，他必须得懂。那为什么它升档理论最适合的就是做这个美股，然后以及做这个比特币，以及做任何跟华尔街操盘手深切相关的内容，就是因为他们懂。你对不懂的一些市场，比如说国内的很多个别的股票，为什么我不做？我只做 ETF，给大家更新一下它的指数，因为国内的很多股票，它的这个高管呀或者什么，他们去减仓减持他们的股票，很多时候是没有理由的，没有原因的。他们也没有一个很成熟的经济学机制，有一个很成熟的做市商的配合的游资去告诉他们，你这个点是不能卖的。没有人告诉国内的这些高管们，这些上市公司的这些人该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卖。很多时候他们就是一拍脑袋就卖了，他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该卖但是很多的这个美国体系的人是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不该卖，因为如果在这个地方卖了。如果在这个地方把盘砸下去，意味着后面如果再回到同样的位置，他要付出的代价大极了，大极了，所以就是人的一生可能有很多的很长的时间，但是关键处就那么几步。股票是一模一样的，股票你看起来涨跌无序啊，从1万到10万中间就是来回好像是布朗运动上去的，事实上关键处就那么几处。关键处就那么记住，你在关键处守住了，后面就会很平滑；你在关键处守不住，后面就会很麻烦。这个就是潜力区，就是整个这个一档线和后面的这个一档升档理论，它的所产生的巨大的威力，就是告诉你，在这个相应的位置，它有没有付出代价，这个特别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判断不出来一个人到底说的话靠不靠谱或者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尤其是这个人，如果是你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完全陌生的商业氛围，完全陌生的市场，完全陌生的文化，你最佳的方式判断一个人说话靠不靠谱，你就要看他为他所说的话到底付没付出代价。你如果能回测的过去说的话，那当然更好如果你们就像大家如果说不太理解我这个场外指数体系或者各种其他的一些内容的话，你去回测就好了那你包括你去看到一堆体系的人，一个新的人对你说的话，很多时候他两片嘴一张张口就来，他为他说的话完全不付任何代价。那这个时候你就完全可以把他的权重所谓的信息比例，我们的信息量的比例感我们直接把它调为0就行了，我们就听一听就行了左耳进右耳出但是有一些人为他说出的话是要付代价的尤其他或者是他为了跟你说这句话他付出了代价，或者是他为他做出的选择他付出了代价。那这种就显然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状态，我们就要给他一个更大的比例感，就是本质上，包括在管理，包括你员工跟合伙人之间说的话是不可能分量一样的，这个不在于什么什么什么那个财富量的高低，也不在于他们做的内容重要与否，就单纯的因为一点，他们为同样的事业他们付出的代价与否合伙人是真实的付出的代价在于你进行资源的整合。那么员工是从你这儿拿工资的，他们之间说的话的分量在你这儿是不可能一样，信息量的比例感也不可能一样，所以就是你前者你的合伙人跟你说的话，你必然要用一个更大的权重去理解它原因就是因为在这儿同样就是我们在这个怎么说呢？更玄学一点，在这个世界的世界是背后的命运是有一个隐秘天平的，这背后跟人所能付出的代价息息相关一个人如果就是习惯于总是去，呃，怎么说呢？一个人如果说他就是一定要当天，干了一点工作，当天就马上要拿到结果，那我只能说，就这个人肯定是在隐秘天平上就处于一个日结工的状态，那他只适合去做一个日结的或者钟点工，那这肯定是。有命运的隐秘天平会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日结的一个收益。如果说你能稍微的再长程一点，有一个长程的德行，你可以允许自己先付出一段时间，允许自己能够先做1个月的工作，或者先满足3个月的试用期，然后之后呢再拿一个月结的工资，那就是正常的打工人，这就不用讲什么了。那如果说你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你甚至能够付出你能破产的代价。甚至能付出你的整个的所有的资产全部清零的代价，然后你去做一件事情，那么你在世界的隐秘天平、命运的隐秘天平上，事实上你已经
处于资本家的状态了啊，就不管最后的结果如何，你虽然很可能最后会变成穷光蛋，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当然跟你真正做事中间你整个中间你所布置的结构有关，与你布置的方法论是否是复利系统有关。但是当你敢迈出这一步，敢迈出这一步，比如说有些人敢于去在投资领域去深耕，然后去提升自己，事实上你已经处于一个资本家的生态位了。这个就跟前面拉开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档次，拉开了一个非常巨大的档次。那再往后一点，那如果说你能为你的事业或者你想做的事情，或者为了你的命运去付出血价，你准备要付出生命的代价，那事实上这个时候你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你已经生态位站在了军阀这个生态位啊，军阀生态位跟国王就有一步之隔啊，无非就是在这个正确的合法性上建构好，那你就是直接从军阀变成了国王，就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本质上，这个走法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顺着自己越来越舒服的方向，越来越日结的方向，那只能说越来越走向一条迈向滑落、迈向平庸的康庄大道。那如果一个人想要走到那个阿尔法收益，想要走到那个拿到最大的结果，那他一定要克服自己人性的各种各样的舒适区啊，克服各种各样的舒适区，包括日结的舒适区啊，包括月结的舒适区啊，包括去拿钱收买然后去躺平的舒适区，包括去不敢去付血价的舒适区。那一步一步一步，人类最终就是走上的。最耀眼的那几个人，最耀眼的那些人，改变人深切的改变自己人类历史，改变自己家族命运，然后整个人生中活出最大的可能性，以及活出最好的自己的状态，都一定是越来越向着挑战自己的舒适区啊，挑战自己过去一切躺平的状态，然后越来越向着更好的方向去走啊，更所谓的让自己更麻烦的方向去走啊，不必麻烦，不必艰险，然后始终都持有耐心这样的方向去走。那肯定最后他走向的结果，命运会讲给他越来越好的一个结果。这个是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啊，这个就不用讲了，小到个人，大到民族和国家的层面。嗯，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啊。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当已经准备迈出有风险的那一步的时候，我们就意味着我们就要朝着风险去走，就要朝着不复利的方向去走。我们是要在以上建构起这样的冒风险的心态之后，我们去在这样的一个有风险的赛道里面，我们去努力在混沌中抽象出一定的结构，在不确定中抽象出一定的确定性。然后在各种亏损中、各种风险极大的摆荡的这种河流中，我们抽离出复利系统，在这样的这种过程中，那如果说你做到了以上这一步，那就是大成了，那就是在这样的体系，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就是执行力的问题，我们只要做这个执行力的方向，反复去执行就好了。所以就是，但是这个所谓的敢于冒风险的心，敢于去挑战自己舒适区的心，这个是任何事情、任何人生走向一个新的蜕变的一个关键啊。很多时候，很多人就是这一步永远迈不出来，那就没办法，你怎么讲都没有用的。这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命运，因为每个人的这种因果是极大的啊，你不可能把一个十足的能量非常低的人硬提到一个不属于他的一个能量级里面，那对他来说也是毁灭，对你来说也是毁灭。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那每个人最终会变成自己本该成为的样子，就是因为他的能量级决定了他最终一定要处于相应的冒风险的层级，而相应的冒风险的层级，它是否能够构建出足够的成熟的复利系统，足够成熟的正反馈循环，那这个就取决于他的见识、他的阅历、他的学习的能力和他的智商啊。那这个确实跟这些学校有关系。那如果说以上都具备的情况下，那很有可能还是得不到结果，原因就是因为它执行次数不够。因为复利系统构建起来之后，很多人还是执行次数不见得跟得上，就是所谓的你的纪律性不够，那这个也不行。所以最终你会发现，这个事儿就变成了一个公式啊，就是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交易员搞这个交易的一个数学期望公式的话，就很简单，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这个胜率胜率乘上我们的平均收益，然后减去我们的呃，相当于我们的失败率也就是一减去胜率，失败率，然后再乘上我们的平均亏损，然后前者减去后者这个数，也就是我们的每次交易的数学期望值，然后这个数学期望值的几次方，这个几次方就是我们的执行力，就是我们的执行的次数。所以把这个函数，最后我们把这个函数摆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各个的变量之间到底哪个数更重要，哪个数更重要。首先我们看这个函数，我们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图的话，肯定是指数爆炸影响最大，因为这个函数的执行次数直接决定了这个复利系统，只要是它的一个正期望值，那么这个复利系统执行的次数越大，
肯定你的盈利会疯狂的往上暴涨。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纪律性，事实上在整个这个数学期望值一旦构建起来之后，这个整个这个函数增长最快速的这个影响的因子里面，执行次数它所占有的这个比率是最重要的。也就意味着，哪怕你前面的这些事情都搞定了，都搞定了，但是你很懒，呵呵，你的纪律性不够，你的每天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节奏。就像我上一次的那个 space 啊，我专门有聊到了，我说不能超过，在任何情况下不能超过一天不做。如果这个复利系统这个正期望值的这个体系你建构成了之后，不能有任何情况下超过一天不做，允许你有一天有意外情况不做，但是不能超过一天，不能连续2天。你一定要保持你做事情一直保持在动摩擦力。什么叫动摩擦力？也就是所谓的我们看到一个滚轮，这个滚轮一直在滚动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动摩擦力。但是，一旦变成静摩擦力，它的静摩擦力比动摩擦力要高得多得多。也就是说，一旦你停滞这个事情变成2天停滞，你后面再重启，这个的阻力就会非常非常大。你很有可能因为错过了第2天不做，你后面很有可能1、2个月甚至1、2年，你都再也没有干过这个事儿。这个如果说你真的构建起来正期望值的一个盈利系统，而你因为这样的愚蠢的原因，你最后停止啊，那你的人生会错过相当相当多的事情啊，那就这个真的是没救的，这个真的是没救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犯这种低级错误，原因就是因为这个 n 右上角的这个指数是最关键的，它是直接决定了你成败的一个最关键，决定这个速率最快的一个数值，所以执行力特别重要。而事实上，我想说的是，哪怕前面这一套没有，前面的这个正期望值这个体系没有，如果是你足够聪明，你能每次做事情你都能够足够复盘，同时你又有一个足够的学习的意愿跟态度的话，事实上你只要执行的次数足够，你也能自己探索出来一个足够正反馈循环的一个数学期望值。我相信这个每个人你的正常的做法到了那个地步，你都会探索出来。都会探索出来。我自己的交易的话，我在某一年我的交易次数能达到1万多次，能达到1万次，因为我每天的，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刚进币圈的早期啊，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开单次数非常夸张，非常夸张。然后最后我看那个整个我的交易所给我的统计是，我一年里面开单的次数超过了1万多次，12000多次。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一年里面，那个时候我还上着学呢，那个时候我还上着学呢，白天一边听着课一边就是啪啪啪啪小手就在这边点。啊，然后整个的，但是一年下来就是积累了这样的一个交易量。最后我跟你讲，事实上量变就一定会变成质变，量变就一定会变成质变。这个就是，也就是意味着，哪怕你前面的这个数学期望值，哪怕一开始它没有打正，但是由于你每次做不停的复盘，你的认知结构里面，你的认识会变得复利，会让你每次少亏损一点，会让你每次多盈利一点。只要你每次认真的去复盘，不要让每次的损失白白亏损。让你的盈利知道自己怎么盈利，那你最后一定会自己也能总结出一套系统啊。当然这个就需要时间了。我自己是用了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和相当夸张的一个交易量的一个数据，最后我才总结出自己的一套方法论体系，以及我探索出了相当多的方法啊。我之前包括可能早期的朋友有知道，我是跟很多的朋友我们一起在做，嗯。场外指数体系是通过这个纳斯达克粉单开始的啊，从粉单开始，然后从场外的权重，从各种抓权重的数据，然后各种从权重的数据开始把它拟合，通过 meta 分析，然后拟合到我们这个场外数据的2个数里面，以及通过其他的一些数据的拟合，搞出来整个这个3个维度的体系啊，也就是说场外指数爆破和进场期和退场期，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说你自己打算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整个这个数学期望值右上角这个 n 次方，如果你这个 n 真的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啊，就像我这一年达到1万多次，你自己我相信，如果你们就是真的有一段时间你们是密集的操作的话，你们肯定也能超过这个数。就是这个量只要达到一定的数，而且你每次做你都认真的反思、认真的复盘，我相信你们每个人也一定能总结出来符合自己的数学期望值是正套的一套体系、一套理论。我后来已经几乎不太做交易的2017年左右，那个时候我开始就是走向了另一条认知复利的路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时间就是有意识的在我的星球里面去更新场外指数，以及每天都在复盘。这个你可以说，我应该是除了特殊情况，我没有一天落下。如果我落下了，说明我那天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发生啊，这个事儿基本上耗费了我全部的精力。跟着我很多年的老朋友应该知道，从17年到现在接近9年，已经接近10年了。这10年我几乎没有一天停下来过。如果有停下来，那就是我有什么事儿发生啊，几乎就是每天都在更新。这个就是在认知上的复利是巨大的
就是包括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的整个交易体系已经非常成熟了，我已经非常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什么时候不该做什么，以及整个的这个正反馈循环体系已经构建完毕了。但是，仍然跟我今天所达到的这种认知的高度相比，仍然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这是从2017年到现在，又是开始每天复盘，而且给大家不停的我去回答大家，跟大家去回答问题，跟大家去有一个交流这个认知的提升实在是我相信这个的复利是更根本的。所以就是前面以上讲的所有的内容都是在讲就是整个我们数学期望值一旦构建起来之后，整个我们最后盈利的那个总数。跟右上角的这个 n 次方关系很大，而这个 n 次方本质上就是我们的执行次数，也就是说这个数学正期望值的这个复利系统执行的次数，只要你把这个 n 做到位了，你一定最后能达到好的结果，前提是你中间一定要不停的复盘，在认知上形成复利你一定能找出自己的正反馈循环的系统。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前面的这个括号里面，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这个正期望值的这个系统到底这个几个字母之间谁更重要？前面是用胜率乘以我们的这个盈亏比，也就是说胜率乘以赔率这个是我们的盈利，一旦盈利的时候，我们的赚的钱。括号里面的前面是胜率乘以赔率，然后再减去减去胜率，也就是我们的失败率，再乘以我们平均的亏损，减去我们平均亏损，也就是说前者减去后者，也就是说我们整个我们数学期望值每一次交易的数学期望值的大小。那么这个括号里面这个值到底谁更重要？到底谁更重要呢？那这里面有几个变量。第一点就是所谓的胜率，胜率呢大家都知道了，很多人特别喜欢追求胜率最好是胜率100%才好的这种胜率100%是有的，那无非就是套利套利就是你没有失败的风险，那套利的话出现这样的机会，那你就一定能够知道。但是套利往往它的盈亏比肯定不会很好，为什么？因为一旦出现套利的机会。一定量化或者是机器人一定比你更早发现量化或者机器人很多天天扫描就在扫这事儿呢，一旦发现，基本上你刚发现，下一秒这个机会就没有了所以就是它的盈亏比会很有限，盈亏比会很有限。相应的来说，你看第二个，胜率乘以盈亏比，也就是所谓的赔率，胜率乘以赔率，然后再减去后面的平均亏损，平均亏损，然后再乘以我们的这个失败率，失败率。然后这个失败率也是由我们前面的胜率决定的，因为减去胜率就是我们的失败率嘛所以这个失败率我们就不去看的，这个值就相当于是由前面的胜率决定的。然后后面的平均亏损，也就是接下来可能有变化的几个点，一个是后面的平均亏损再一个就是前面的胜率，再一个就是前面的赔率赔率盈亏比，这几个数里面哪个更重要？你做时间交易久了，或者你自己直接去看这个公式本身，你就知道，事实上赔率最重要，赔率要比胜率都重要。赔率也比你的平均亏损要重要。所以，如果你有一套交易体系，哪怕胜率很低，但是如果一旦盈利，你的盈亏比很高，2倍、3倍、5倍甚至10倍，那你这个体系一定非常不得了。所以我在这里讲的是，纠正很多人的误区，这是违反很多人的常识。很多人的常识都认为胜率很重要，恰恰错了，在交易里面赔率要重要的多。常常有很多人的体系都是他的胜率非常非常低，但是他的一次赢的赔率就能覆盖掉远远超过前面所有亏损的次数。这个如果你们在二级市场不太理解的话，很多人如果你是从做 NFT 或者做国内的，你是做 VC 做国内的一级投资出来的话，你会对这个理解更深。因为一级投资里面是一个典型的非常注重赔率的一项行业为什么在币圈前几年为什么那么多人会暴富？但是你会发现币圈里面归零的项目那么多原因就是因为币圈在一级项目里面你直接比如说投一个刚 ICO 的币刚发布的币或者是投一个刚出的 NFT 你不知道它的很多时候它的这个损失都会很大，每次都会损失，而且几乎损失的可能性非常高几乎大部分都会损失。但是只要有一张 NFT 跑出来，或者只要有一个币跑出来，那一个币的涨幅，大家都知道，这种一旦有这一个币跑出来，它会远覆盖到前面所有的亏损。所以就是，当然这个是以重要性比例的，你不能就是太夸张，这个数太夸张。但是论重要性而言，赔率要远高于胜率。所以就是这个点，你如果把握住了，赔率，如果你的交易体系里面赔率把握住了，你这个交易体系可以说不会是一个太差的交易体系。因为在损失上去怎么把损失给兜底，是有很多的方法的
啊，包括我的各种文章，我给大家讲过的如何去对冲啊，包括你自己的止损或者是各种分仓策略都可以，你都可以把这个后面的这个亏损线给拔下来，但只要这个赔率上去了，你这个体系不会太差，胜率也会随着你右上角的这个 n 次方的变化会不停的增大，因为你的经验会增大，你的这个胜率一样也会增大，但是赔率往往跟你一开始使用的方法论的体系结构有关，跟你使用的方法论的体系结构有关。啊，这就是整个这个我们单纯看这个数学期望值，从这个数学公式上我们就看什么是更重要。所以首先第一点是什么？大家光从公式里面就知道，第一点就是我们操作的纪律性。你如果没有纪律性，前面这一切都是零，没有意义。你在币圈或者你在交易里面，你没有纪律性，没有足够的次数，没有足够的复盘，一切都没有意义。所以 n 次方最重要，n 最重要。第二就是赔率，第三胜率。第三，胜率跟这个后面这个亏损的这个数值应该说是同样重要，不能说谁更重要啊。后面的指数亏损也很重要，前面的胜率也很重要，所以这两者同样重要啊。但是赔率要比这两个都重要，所以就是第一重要就是你的执行次数 n 啊，第二重要就是赔率，第三重要就是你的胜率以及你的这个损失平均损失，就这四个值。你本质上你每天忙活的事情都是在调整这四个值。所以你每天的复盘也都可以在想，你到底这四个数值里面哪个变得更好了？如果你什么都变得不能更好，那至少你可以保证这个执行次数 n，你今天至少在复盘，你只要每天至少在复盘，你每天在总结，你每天在思考，你为什么赢，为什么亏，你就不会差。因为这个 n 最终决定了前面的一切，所以 n 最重要，n 次方最重要，你的执行次数最重要，你的纪律性，你的执行力最重要。而关于执行力，我又要聊很多了。执行力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啊，不仅在我们币圈它很重要，而且在很多的创业者呀，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人手里，它都很重要。哪怕你现在你是个学生呀，你在忙学业呀，忙什么什么毕设呀，忙什么考研呀，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你会发现，很多人就是拖延症很强啊，拖延症跟执行力之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拉扯。你会发现，很多人他手上的一切动作，本质上都是为了逃避他的执行所形成的动作。人可以为了逃避执行力，可以做无恶不作，可以做一切事情。他可以扫地，他可以把自己洗了一遍又一遍，他可以不停的去做各种背单词，做一切让自己看起来正能量的事儿，但本质上都是为了逃避真正的执行。人还会给自己一套说辞，用各种拐弯抹角、间接的执行去取代那个直接的执行。各种说我现在不要去做交易啊，我现在去看交易的书啊，我在交易的书里面我在做笔记，或者是我在看一个交易的视频啊，这个本质上让我这个提升更大啊，或者是我现在在做禅啊，这个让我的心态变得更平稳，这个对交易更好，这本质上都是在逃避。人可以为了逃避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啊，所以有一句话叫所谓的打引号的自律之贫。真的你会发现非常多的人非常努力，他越努力越完蛋。为什么？第一点，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为了逃避那个最重要的 n，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逃避那个最重要的右上方的那个 n 次方。所以你可以看他天天早睡早起，健身、背单词、扫地、打扫房间，把自己的桌子擦了一遍又一遍，再用酒精再喷一遍，然后再拿纸巾再擦一遍，最后就是为了逃避不去干正事儿。就是为了逃避那个真正的执行前面正反馈循环，执行前面正期望值的那个 n，他不去执行这个 n，那前面都是零。所以千万大家要记住，如果你想去真的把自己执行力提升的话，你必须把自己的眼前甚至只看着一个词，就是直接。你要直接去做，否决一切间接的东西。这个间接不管是你看书也好，或者是看各种各样的体系也好，或者是记笔记也好，或者是搞各种各样的事儿也好，如果说你前面的这个正反馈循环已经构建起来了，你现在还在做那些其他事儿，你现在就是在走向慢性死亡，就是在走向慢性死亡。所以不要间接，一切的间接都是你偷懒的借口，直接走向执行，直接去执行，在执行中去发现所有的路径，在执行中去发现前面的正反馈循环的这个结构，在执行中去发现前面怎么优化更好的赔率，怎么去优化更好的胜率，怎么去优化更好的平均损失，把前面的三个数在多次执行中把它搞出来一个真正的正反馈系统，就结束了，就这么简单。但是对大多数而言，就是不管是你日常的交易中，还是你日常在忙各种各样的事情提升中，啊，或者是你的人生的期望啊，要么是如果是你是公务员也好啊，或者是你是
某些，或者是你是从商也好，你是在创业者也好，你在做企业也好，你可能都是在拒绝那个最重要的事情啊。做企业，很多人可能一天到晚就是在，很多人搞不明白这个最重要的结构在哪里，最重要的关键节点在哪里，以为就是不停的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或者什么，这是所谓的创业，错了啊。最重要的是与外界的连接，这个连接可以是营销，可以是市场，可以是销售，这个跟外界的连接直接决定了你这个产品的正反馈体系是不是真的符合市场的需要，同时也决定了你的现金流，同时也决定了你的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前方的这个营销以及你是否以客户为导向为基础的，这个是最根本的。但你看见很多创业者，他为了去逃避真正的与外界的之间这个关键的连接，他可以什么都干，他可以天天憋在实验室里面，一天24小时，他可以在里面待22小时，就是为了麻痹自己，说我在工作，我很忙，我是一个优秀的创业者，我现在可厉害了。他去逃避那个真正该他干的事儿，就是与外界真正的连接，与外界的反馈，才能跟真正给他带来外界的信息流，带来外界的现金流。这个是企业成长的命门，但是他就是你发现很多人做的所有的事儿的一切都是为了逃避这个事儿。他告诉自己我在打磨产品啊，别人问他你在创业吗？他说是的，我在创业啊，然后我在打磨产品，我天天在实验室里面。如果是这样的状态，可以说就基本上就属于，自己在麻痹自己，自己在逃避自己啊，或者是他用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再去给自己洗脑，比如说什么啊，你看马斯克呀，天天就专注于技术呀，搞工程呀，你看他多么多么伟大，我向他看齐。你可以看到马斯克所有的动作都在向全世界直播，他是一个多么透明的人，他每个动作都在营销，他每个动作都在与外界产生深入的连接，与外界产生新的信息流反馈，与外界产生新的现金流反馈。你看不到这一点，你永远就是在憋在自己的那个小屋子里面，在闭门造车，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所谓的就是逃避那个真正的 N，为了那个逃避真正的那个执行力的 N 次方，他可以无恶不作，他可以做一切平庸的事情，他可以做一切看起来很努力的事情。那很多事情事实上都是一样的，很多事情我们要掌握它的关键要节。就交易而言，就是前面的所谓的正反馈循环体系，也就是所谓的正期望值的这个交易体系，一旦构建成功，就是所谓的前面的胜率乘以赔率减去，失败率乘以平均损失，只要这个数是个正的，你的这个体系已经建构完毕了。只要它是稳定的，是个正的，你这个体系已经建构完毕，剩下就是 N 的问题。所以这个就是交易的最核心的、最本质的东西，就是这么简单。本质上我给大家交流的一切都是在用我的交易的框架帮助大家更快的达到这个交易体系。我有很多的方式帮助你们用结构直接把这个东西给建构完毕啊，你自己也可以自己探索，但是这相应来说又需要很多的时间而已啊。本质上就是这个交易上就这么点事儿啊。同理做企业也就那么点事儿，就是与外界的连接是真正的要节，其他的也重要，但是没有这个重要。这里面与外界连接之间信息交流和外界信息与金钱之间的交流，这个是相当于 N 前面的这个内容。你的在这里面的执行次数是最重要的，其他的东西跟它相比都没有那么重要。如果你把其他的执行拉到极致，在这里面关键与外界的交流之间形成了没有去达到足够的执行力，你这个企业等于你这个创业等于在白创，你在自己感动自己，你在这也包括刚才我说是创业者，同理，你在包括你在写论文呀，或者你在做什么，那本质上也是你在所谓的刷各种各样的论文体系啊，或者刷各种各样高影响因子与你这个影响因子比较与你的这个相应的你要搞的这个课题相关性的这个论文，你刷的这个内容要足够的多，你自己要总结出足够的它里面的要节。每个体系都是一样的，它都有自己里面的关键环节啊，有一个关键的杠杆点，找到这个关键的杠杆点，然后把执行力的次数堆够，把执行次数堆够，用大量的量变去形成足够的质变，就完成了。最后你就整个人生就会突跃。各行各业都是这样，包括健康也是一样。健康我正好举个小例子哈，正好因为我是在这个医疗领域创业做了这个几个企业的人，所以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老年人而言什么很重要可能让他们做很多很多的运动。事实上，我这里给大家举一个很好玩的一个例子。市场有一个运动，大家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只要有一个小运动，你让你的父母，只要他岁数足够大，让他的父母，然后把这个动作做的足够足，他们的平均寿命就会提高的非常夸张。因为这一个动作会跟他们的很多的老年相关的各种各样的病症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个动作就是所谓的我们交易中的那个正期望值的这个结构啊。接下来他只要执行足够次数的这个右上方的这个执行次数 n 就足够了。这个什么动作呢？就是所谓的踮脚尖。很多人可能听起来不屑一顾啊，但我告诉你，踮脚尖在医疗领域它的威力极其巨大。
因为你用更多的所谓的让他们去练腿呀，让他们去步行呀，让他们爬山，其实对很多老人来说也不现实，因为这个力度太大，或者对他们来说膝盖他们的关节也受不了。最好的方式就是踮脚尖，对他们健康来说，只要做这一个动作就够了。为什么？首先是因为我们的那个人体内最大的耗糖的体系其实就是我们的肌肉，我们的血糖只有几种去处啊，一个是我们的脂肪，一个是肝糖原，一个是肌糖原，而肌糖原是损耗血糖最大的一个大户。所以你平时要控糖的话，老年人最重要的就是怕血糖升高啊。如果他要想控糖的话，他只要把他的比目鱼肌训练的足够好，比目鱼肌是人体内能够耗糖最大的一块肌肉之一啊，因为比目鱼肌它是在你的小腿上。你的小腿上，你会发现你的小腿这个肌肉几乎没有什么肥肉，也就意味着当你运动的时候，这个比目鱼肌会优先消耗你血液里面的血糖，因为它没有旁边附着的脂肪可以给它供能，它优先要消耗它血液里面的血糖，所以比目鱼肌只要一刺激，它直接就开始消耗你的血糖。所以就是老年人最怕的就是你的血糖水平击穿，一旦血糖水平击穿，就会在体内产生很多的糖蛋白啊，产生很多的影响因子 AGEs 这类的衰老因子。所以就是我们要想方设法要把这血糖第一要控制好。所以只要他平时只要吃完饭后随便踮脚，踮脚的次数达到一定次数，他的血糖不可能不好。这是他第一点。第二点，老年人最怕的一点，第二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中风。老年人最怕的中风，老年人最怕的中风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一般跟我们的血管里面的斑块啊，或者是跟血液里面的这个血脂水平有关啊，以及跟我们这个包括也跟前面的血糖有关。在这个血液里面，我们因为中风一旦产生从斑块开始，以及产生后面的血栓，然后这些血栓随着游移，如果进入了脑，那就是脑中风；如果进入心脏，那就直接停跳。那这些都非常的危险。但是如果老人平时日常经常去做踮脚，他就因为我们的这个小腿肌肉相当于我们的第二心脏啊，相当于第二心脏，它是一个离我们心脏最远的一端。如果你经常做踮脚的话，相当于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就是类似于在我们的整个的身体的血管体系里面，你在不停的用一个加压泵在给它冲刷你的血管，在不停的用一个加压的压力在血管的这个循环体系里面，你再给它加压，施加一个压力，再给它冲刷血管，所以就使得体内的流动性啊，血管流动性和毛细血管的这个流动性会大大的提升。会很大很大程度上减少你得血栓的实力，得血栓的可能性。当然，这不能替代药物啊，不能替代药物。我只是说一个运动，哪个运动是最适合老年人的。所以对老年人来说，第一血糖啊，第二就是他的这个血脂所产生的这个中风，这两个问题都可以被这个踮脚尖这一个简单的动作所搞定。第三个就是老年人最怕就是摔。你们知道，大部分的老年人很多都是因为一摔就摔死了，连撒切尔夫人都是摔死的，在家里面厨房一个趔趄，结果摔死了。就是很多的老人一旦摔，尤其是骨盆一旦摔裂，就几乎很难救，没几个月就会一命呜呼。所以摔对老年人来说特别特别需要担心。那么踮脚尖天生锻炼就是你的小腿肌肉，小腿肌肉对于摔来说是一个天生的一个自由的保护。就是当一个老年人快要摔倒的时候，如果他的小腿肌肉足够发达，就是他不自由的那个动作，就一瞬间就会把它支撑住。所以就是在怕摔上，踮脚尖也是能一个完美补充的一个动作。所以就是可以说老年人最怕的几种，包括这个血糖水平啊，包括他血脂水平，包括他摔倒，都可以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所以提升。它就是所谓的我们在交易中的所谓的正反馈循环体系。所以接下来他只要饭后的每天都做啊，搞个100次、200次、300次，他的平均寿命就会大幅度的提升，平均寿命就会大幅度提升，就这么简单。但是很多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就是让老年人瞎吃各种，当然很多的保健品是可以吃的，但是去否决真正的运动所带来的疗效，让他们去做很多不适合他们的运动，比如说爬山呀、远足呀、爬楼梯啊，这些都绝对不适合老人做，他们的膝盖就完蛋了啊。包括还有很多其他的不适合他们的一些做法都不适合。但是只要让他们踮脚尖这一个事情给做足了，这个 N 做足了，他就可以在健康上收获非常非常大的收益。包括我们如果说你的岁数只要是中年人，也可以去做啊，这个对你的影响、对你的保护也非常大啊，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但是就因为很多人他没有掌握，他就会把健康搞定的日常的这种保健，他会把它想得非常的复杂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体系里面，从健康为主，从健康到我们的交易到创业。到你包括在政治上的领域啊，我们的权利怎么构建，这个我就不在这里讲了。有机会线下我可以给大家聊一聊啊，权利怎么构建也有一些关键的环节，把这个关键的量做足了，就很简单就是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就层出不穷啊，包括战争的逻辑啊，包括很多的所谓的各种各样的事业构建的逻辑都有这样的体系，所以就是我们掌握里面的关键的杠杆点，你就可以把这个杠杆点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体系正反馈循环体系把它做足量就足够了。
事实上，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OK，聊了很多这个交易之外的，展开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交易本身吧。我今天我再回测一下我们的美股吧，就是因为那个我昨天发了一个我们那个我们内参学员的那个潜力区的内容，我还没有细讲，就是因为在这个上一次3月14号我有回测了一次，然后我有发这个 HRTI 和 EDSA，一个是光通讯板块作为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新卡点，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它就 HRTI 这个光通讯板块正好就处于一个 AI 数据中心的一个现在的杠杆点啊，因为现在AI 数据中心之间互相的连接，产生了一个比较大的数据延迟啊，谁能解决这个问题，谁就能在谁的货就能断货啊，大家都去买，因为要解决这个问题。HRTI 恰好就处于这样一个关键的生态位上，所以它现在就在暴涨，它现在就在暴涨，资本就会给它一个定位啊，因为资本需要主动的去找到这样一个解决方案的一个供应商，然后来把这个 N 次方给做足。数据中心之间互相的迭代，那更快，那是几亿次、几十亿次啊，没有这样的光通讯板块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就会出现很大的一些延宕。啊，所以 HRTI 正好处于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杠杆点，所以它连续第4周进入涨幅榜。从4周之前我公布它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多少？4周之前我公布它的时候，HRTI 我把它放到我们的内参的潜力区的时候，好像是22，是不是？是22啊，现在已经涨了翻了3倍多，翻了三倍，翻了3倍，涨到了60几来着。我再看吧。然后 EDSA 同样是由于哮喘3期数据这个是美国最近就是 FDA 批了不少要过3期的哮喘这个尤其是比较亮眼啊。除了哮喘，应该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的，上次有一个什么病啊，我也忘记了。因为哮喘3期数据不错，因为这也是我的自己的这个领域，我在大健康领域是我的创业的主力的方向。然后它这个。因为它这个3期数据一出，事实上就当天就已经开始拉了，从3月4号到今天就一直在涨，然后已经涨了，这是第2周，马上就要翻第3周了，翻倍的时候好像又在翻倍，所以这个就比较离谱，比较夸张啊。然后 HRTI 是从22到上周涨了2倍，51.9，再到最近应该是昨天还是前天，昨天涨到了60.74，翻了近3倍吧。然后 EDSA 也是，EDSA 从潜力区公布的时候的2.92翻2倍到8.74上周，然后本周翻到了9.36，然后翻了3倍，这两个都是潜力区跑出来的，早期潜力区跑出来的很亮眼的两个币种。我们如果按照给大家教的这些按照相应的期权和杠杆来做的话，那这个倍数就相当的夸张了，至少是15倍以上，15倍以上的盈利。所以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前面聊到的，就是我们这个盈利的正反馈循环的这个结构，它的赔率很高。你会发现潜力区我给大家构建的这个结构，比这个我在这个比特币或者其他的日常我给大家构建这个体系里面，它的赔率要更高，赔率要更高。所以只要赔率足够高，高到一定程度，每次一旦盈利就会10几倍、20几倍的盈利。如果能保证这一点，后面的其他只要你足够的能够复盘内容能够跟上，足够的优化到一定地步，很快它就能呈现出一个稳定的盈利的结构啊。接下来就只要执行次数 n 就行了，把这个次数 n 执行的足够足，你的这个整个的本金很快就会上一个档次啊。这个是理所应当的，这也是数学上所决定的，这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就是在潜力区里面，比如说像 EDSA 或 HRTI 这样的币种，我们正常做它，用这个相应的教给大家的期权结构去把它套进去之后呢，把这个倍数吃到，然后同时把这个亏损把它锁死啊，用我们的结构性把它给锁死。那这样的话，就是它就形成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那同时关键性的胜率胜率里面，胜率这个就需要两方面，一方面我需要让我的潜力区，因为我在内参里面给大家公布的美股的潜力区也是今年刚刚开始开发的，去年。我给大家更多开发的是这个我们币圈的潜力区，我们币圈的潜力区，去年大家已经见识过它的威力了。现在由于这个整个的行情的流动性也不太足，所以相对来说，今年刚开春这个潜力区的这个盈亏比，没有达到去年的状态啊。去年那种一天之内翻了10几倍、20几倍，就是这种盛况，现在还没有到来。但是如果说比特币进入一个优质的进场期，继续往上涨的话，那这个就是肯定就会来的。但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我们就继续等待吧，继续等待就好。但是前提就是我们要知道潜力区给大家提供的工具是怎样的，本质上就是一个
高盈亏比的一个工具啊，很高盈亏比，极高盈亏比。事实上，这个应该是只在币圈才有这样的机会，应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啊。现在我是尝试在美股又开发了美股的潜力区啊，所以就是看一下是否会稳定吧。现在是稳定运营了第4个周啊，第4个周应该说新的潜力区应该说比前几个周的潜力区表现会差一点啊，因为这一周的这个美股走势很差，然后受战争影响开始增大，所以它的盈亏比开始降低，那这个也很正常。但是只要我们在胜率跟这个平均的损失上，我们有足够的优化，那一样是一个盈利的结构。那这样接下来就只要我们执行够足够的次数，也就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就是今天是从更高的一个角度去讲到这个为什么 n 执行次数这个 n，我们从这个数学期望值最后能得到的我们盈利的总数，然后来看这个公式，能得出这个 n 要比前面都重要。执行次数 n 达到的话，事实上前面的结构也最终能够得到，所以执行次数 n，对我们来说是特别关键的，也就是所谓的执行力，执行的次数，执行次数决定好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在前方的这个正反馈循环构建的这个优化上，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赔率放在首位啊，赔率放在首位。当然，你的这个胜率放在首位也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是在说，在结构里面，这个赔率所占的影响的因子要更大。赔率所占的影响因子要更大，为什么大家想过吗？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应该在同样的一个公式里面，胜率乘以赔率减去失败率乘以平均的损失，为什么看起来应该是等效的呀？都是4个字母，都是乘法。我们如果说那个大家学物理的话，大家知道物理学有一个概念量纲啊，我们就是它的量纲都是一样的呀，那凭什么你说这个比那个更重要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原因在于胜率是有上限跟下限的，胜率最高不可能超过100%吧，对不对？胜率最高不可能超过100%，一般来说能达过30%、20%已经非常强大了，已经很强大了，30%或者50%、51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所以胜率它是有上限的，但是赔率没有上限，赔率2倍也是，3倍也是，5倍也是，100倍也是，赔率的上限是无限的。所以赔率的影响要比胜率要重要，原因在这儿。但是日常大家如果做国内股票或者做美股，而且尤其那个你没有掌握足够的结构的时候，是绝对不能用杠杆的。在没有掌握结构的时候，那只用现货来做。那用现货来说，你根本就吃不到所谓的翻倍的利润，就等不到你吃翻倍的利润，你就直接就平仓了。所以你看不到这个赔率的厉害之处。但是在币圈，尤其是我教给大家的结构里面，可以开杠杆去做的稳定的结构里面，这个赔率是非常可怕的，是远远超过1倍的，2倍打底，2倍以上5倍、10倍是比比皆是。在去年潜力区爆发的时候，像 AIA 啊，像什么什么 M 啊这样的币种，这一天这都多少倍？这个赔率是远远超过1的。所以因为赔率没有上限，所以就使得它在整个公式里面，它在这个正期望值构建的这个盈利体系、正反馈循环系统里面，它的重要性要比胜率更重要。因为胜率最高不可能超过100%，不可能超过1，不可能超过1，它可能0.99、0.98就很不错了，就是相当厉害了。但是它永远不可能超过1。但是赔率无上限，100倍、1000倍都是赚。同样的，后面的就是平均亏损也是有上限的，平均亏损最多也不可能超过你一定的数额但是你最后赚的倍数可是要比你这些都是上限要比这些高得多得多。所以，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工具比如说开杠杆以及安全的开杠杆的工具，能够把我们的这个倍数赔率大大的提高的话，这个公式就会变成赔率的重要性要远远超过前面几者。但是仅限于在币圈，仅限于在美股用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工具来做或者你自己有足够安全的可以开杠杆的工具，那也没有问题。但如果说大家日常在现货领域去做的话，那是可以说，那赔率跟胜率相对来说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无所谓，都差不多，都差不多重要因为那个时候你赚的这个赔率也很难超过1倍涨个20%、30%，很多人股票就抛了，根本就等不到什么翻倍，不可能等得到。所以这个是原理，这个是原理。大家如果掌握了这个，从这个数学公式数学期望值的这个公式构建，我们就能知道什么更重要，你就知道后面你该去优化你自己的什么动作了。首先，你应该有一个纪律性。如果你真的打算去好好的做交易的话，你应该有一个足够的纪律性，把这纪律性做足，每天保持一个足够的节奏。就像我上次 Space 所说的不能超过1天不开单。
就是前提是你的正反馈循环已经构建成了，你不能有一天不开啊，不能有一天不做，就是不能有超过一天不做啊，可以有一天的情况可以停顿，但是如果超过2天，这肯定就有问题了，你后面再开始就会很难。但这里面也是有前提的，就是因为我前面说过一个案例，就是我们是要用同样的一个结构去套用在各种不同的币种里面啊，这个是最适合大家的。所以就是如果说真的不适合你的结构在那儿的话，你硬去做也没必要。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去灵活应对了啊。对于如果尤其是潜力区的朋友的话，那基本上我的这个，尤其我在美股里面，我每天都更新新的潜力区。美股这边真的优势就在这儿，因为就是哪怕大盘在下跌，但美股每天都会走出来独立行情，所以美股的潜力区每天都有。但是币圈这个不一定每天都有，但大部分时间也是有的吧。啊，所以就是当潜力区有的时候，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哪怕不做，你至少应该看一看这个 K 线，每天就是想象一下自己如果自己要做的话，大致会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啊，什么时候对冲，什么时候止盈，啊，自己有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整个从数学公式，从这个数学期望值的公式来得出什么更重要，也就是所谓的我们执行力第一位啊，然后整个结构的赔率第二位，其他的都在后面，在后面。OK，我觉得今天讲的内容真的不少了，然后大家下面有人是问问题了是吗？公式在哪里？有个人问公式在哪里？我们的优秀的社区的小伙伴已经给他回复了，胜率乘以平均盈利，就是胜利率乘以赔率减去减去胜率乘以平均亏损，然后整个这个括号的 n 次方就是我们最终的盈利。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看我下面的留言啊，他们给他的这就是公式。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大家早点休息吧，聊的挺多的了，晚安。